嗨，大家好，我是李子。2022 ROG 推出了一系列笔电，我们也都尽量开给大家看了，包括超级梦幻的 Zephyrus Duo 16，效能非常顶的 Strix Scout 17 SE， 还有 Flow Z13电竞平板，以及非常均衡轻薄、效能又很强的 Zephyrus M16。那是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一台16寸效能轻薄笔电可惜的就是来不及开到定位非常相近的 Flow X16。那块 Mini LED 我们现场看过，真的有点料应该也是友达的 MLED。所以问题来了，是不是还少一台非常经典的机器呢？没错，就是 Zephyrus G14 2022。在年底的最后一台 ROG 笔电评测，它来了。我们期待它的原因很简单，今年 Zephyrus G14的模具可是大改款并且几乎都改在了痛点上面，但反而今年很少人开新款的 G14， 而我们自己也很好奇它的表现，所以我们也弄来了日石灰、月光白两色一次看，千万别错过了。话说回来，作为轻薄却又兼顾高效能的代表作 ，Zephyrus G14 真的有种魔力，我们也算是老用户喽。现在的主力机之一就是这台 Zephyrus G14 Alan Walker 特别版，这个蓝灰配色的跳色，加上背面布面的绑带设计，真的太烧了。究竟今年的 Zephyrus G14 的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各位，我们开了一个笔电桌机资讯专属的讨论区，喜欢追各种电脑资讯的朋友不要犹豫了，现在就立马加入吧。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 ，G14 2022的盒装也跟上了今年更有科幻感，搭配上点阵元素的盒装设计。包装内也随附了这颗几乎可以说是 ROG 笔电标配的 Strix Impact 滑束。盒装内还有一个设计感很够的笔电袋。去年买 G14 Alan Walker 版的时候，也有附上同样设计风格的小包，整套的设计很搭。重点是，从你拿出背包的那一刻，真的是看一次心情好一次，钱真的变成喜欢的样子。不过重点还是在笔电本体 ，Zephyrus G14 2022的 A 面设计上，整个概念是延续的哦，同样是 ROG 经典的大斜切设计，左下角放上了 ROG 的 logo 名牌，在不同角度的光线下，更会透出低调的深紫反光。重点是 A 面底部的处理，从上一代 G14 的凹槽设计改成了大角度的钻石切边，透过亮面勾勒出边缘轮廓，整个质感上升了不少。另一侧就是整面的 Enemy Matrix 点阵开孔，并且大家应该有发现，今年的开孔密度非常高，达到了14969个点阵开孔。要得出这个数字，我们可是一个一个直接上 ROG 官网看来的。开个小玩笑。不过想一下，应该就觉得这个 A 面的加工成本应该也不低，并且底部的灯珠也换上了1449个 Mini LED 灯珠。Enemy Matrix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你可以透过灯珠组成的点阵显示器，自由的在 A 面上放上你喜欢的图案、文字，或是显示系统资讯等等，并且随着点阵的密度更高嘛，在显示的解析度上也会来得更好，甚至你还可以在上面显示一些经典的小游戏。透过新的 Enemy Matrix 设计界面，你还可以在上面直接作画。反正哪一天 ROG 把 A 面塞进了整块 OLED 的萤幕，我都不是很意外了。而且要先塞黑白 OLED， 再改版出全彩版。对了，这个更密的点阵开孔也让灰色版本的机器在不点灯的情况下更加低调，跟上一代一比就非常明显。而白色版本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反而透过开孔拉出 A 面的明暗对比。白色版本的表面更有着微微的珠光处理，但又不会太抢气。说真的，今年白色的 G14 真的好看很多，尤其是 C 面的键盘整个换成白色，跟上一代其实是银色键盘相比，利落了许多。而在 I/O 接孔上 ，Zephyrus G14 这几代用下来的感想就是够用，但不算特别多。左侧拥有包括电源接孔，一个 HDMI 2.0B。没有上 2.1 有点可惜，一个 USB-C 支援 DP 影像输出，也支援最大100瓦的 PD 快充。外出使用的时候就不用特别再带变压器。如果是出门文书用的话，那么一颗小颗的60瓦 PD 充电器其实就很够用了。最后是 3.5mm 音讯接孔，右侧的话则是有2个 USB 3.2 Type A， 一个 USB-C 以及一个 microSD 读卡机。我自己比较期待，如果要塞读卡机的话，还是希望上全尺寸，这样创作用途会比较实用。
而在重量上 ，G14 202的单机大约是 1.7 公斤左右，加上原厂充电器后，大约落在 2.4 公斤。不过如果你出门带的是氮化镓65瓦的充电器，加线顶多100克上下吧，也就是 1.8 公斤，不到 1.9 公斤就能出门，14寸的重量表现还是很诱人的。转轴很顺，上盖同样可以用单手开合，并且这一代可以完全推平。底部也有比较厚的垫高胶条，保持散热空间足够。今年的 G14 同样有做 Ergo Lift， 也就是当你打开上盖的时候，阴面就会同时抬升，让底部的散热空间更加充足。打开后，我们看到 B 面，这边有2个我最喜欢的改版。第一个当然就是这块萤幕，采用的是冠上 ROG Nebula 的萤幕，这是有块 2K 解析度，搭配上 120Hz 萤幕更新率的一块萤幕，反应时间也来到了3 ms， 反正就是常规的 gaming 配置， 2K 120Hz 也够均衡。但我喜欢的其实是这2个改变。第一 ，G14 那个超大的黑下巴终于被消灭啦。ROG 正是在2022款的 G14 换上了16:10比例的萤幕，也让 G14 的萤幕占比来到了 91%。说了很多次，16:10除了萤幕占比更高，视觉更舒服外，重点是真的实用。对比旁边的16:9，浏览网页显示的资讯就是更多，剪片创作的时候就是整整多了一排轨道。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呼吁，请大家踊跃跟进。第二个我觉得重要的提升是萤幕亮度，在手动全白萤幕亮度上，最高可以达到大约510尼特，相比起上一代的310尼特左右，有着非常扎实的提升。300尼特大概就是够用的边缘，而500尼特适用的场景真的更足更舒服。重点是显色也很优哦。经过我们实测，色域覆盖达到100%的 sRGB、89% 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DCI-P3。重点是色准表现也非常好，平均 Delta E 只有 0.89。此外，受益于萤幕的显示表现提升，这次2022款的 G14 也支援了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以及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我们也直接实测，可以成功点灯 Netflix 的 Dolby Vision 以及 Atmos。同时 ，G14 的这块萤幕也有 Adaptive Sync， 支援 AMD FreeSync Premium， 拥有Pantone认证。对了 ，ROG 今年拔掉了指纹，换成了在顶部塞进了 Windows Hello 的红外线脸部辨识模组，低光下也可以成功解锁。倒是我发现，今年很多机器都换上了脸部辨识，但我自己就是觉得一半一半吧。指纹好用的其实很好用，但 G14 我们自己用过2代，都有指纹会在休眠后失踪的问题，需要到装置管理员把休眠关掉，或者在 Windows 11之下就稳很多。而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其实也很好用，加上笔电大部分就在室内用，解锁也不像手机一样那么频繁，也比较不会有戴口罩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大的影响项，都是能用的方案，大家可以自己斟酌。接着我们看到 C 面有4个明显的改变。第一，喇叭的位置拉到了上面，这样也好，比较不会在打字的时候挡到。第二，方向键大了一点，对，其实还是半高，但就是大了那么一点。第三，这次的键盘也加入了全区的 RGB 背光，不过亮度表现普通，在低光下也够用。最后一个改变就要给好评了，重点就是触控板，它终于变大了。如果你是前几代 G14 的用户，应该都会另外接一颗滑鼠吧？触控板真的是偏小。前几年这个大小还没有太大问题，但尤其是这几年 ROG 自己的触控板都越做越大啊，就会觉得更小了。我自己就是常年搭着 Gladius 用，现在触控板整个上来啦，不止面积变大，触感也更加滑顺，触发也比上一代利落了不少。反正现在我更愿意用它了。此外，我很喜欢顶部的快捷键，以及隐藏在转轴位置的状态指示灯都有保留下来。不过因为放的位置有点靠近后侧，无法直接从正面看到，有些可惜。键盘的手感嘛，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手感偏 Q 的 ROG 静音薄膜，长时间打字也很舒服，并且也有 Overstroke 快速触发的技术。以下也提供一段收音让大家参考。整体来说，我觉得今年 G14 的配置真的就是改在痛点上，包括去掉了大下巴，换上了一块16:10的萤幕，重点是显示表现不错，亮度也拉到了500尼特，上了 Dolby Vision。C 面只是加上了全区 RGB，虽然亮度普通。
还有改动前置喇叭的位置。重点是触控板加大，有感的好用更多。如果你之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观望的话，那么今年你可以再到现场去摸摸看。看完了外观上的重点，我们接着进入到 Zephyrus G14 的效能测试吧。今年的 ROG Zephyrus G14 蛮特别的哦，在 CPU 和 GPU 上都采用了整套的 AMD 方案。CPU 部分 ，Zephyrus G14 这次搭载了也是蛮多人期待的 AMD Ryzen 9 6900HS， 采用了8核16直营序的架构。在 GPU 上，则是搭载同样来自于 AMD 推出的 Radeon RX 6800S， 瓦数这次则是透过 Smart Shift 拉到了105瓦。这个 Smart Shift 其实就是对标相近的 Dynamic Boost， 让 CPU 和 GPU 可以更智慧的分配电源供应和资源。反正105瓦的瓦数，14寸的体积，应该差不多了。另一个对标的就是 Smart Access Memory， 可以让 CPU 存取 VRAM。顺带一提 ，Radeon RX 6800S 搭配的是8GB 的 GDDR6 VRAM， 不算特别大，更偏向游戏需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ROG 在 G14 2022上也带来了 MUX 独显直连，操作也非常简单，直接在 Armoury Crate 中选择独显输出，接着等待重开机就能成功启用。这边也实测开启独显直连的差异，让大家参考。我们一样测比较敏感的 CSGO， 在一般模式下平均可以达到263帧，而在开启独显直连后，则是达到了340帧。MUX 对 FPS 游戏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话说回来哦，独显直连还是建议在游戏时再开启，平常可以选择这个混合输出就很够用了。外出的时候，则是推荐开启节能模式，可以非常有效的延续续航表现。当然，如果你不想手动切换，你也可以直接选自动调节。你在文书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关闭显卡；开游戏的时候，系统就会开启独显。不过要注意，自动调节使用的是混合输出模式，而不是独显直连哦。记忆体部分 ，G14 2022支援双通道，同样是单条 onboard 的设计。14寸可以理解啦。16GB 的话，游戏够用，但如果你有更多的多工需求或是创作需求，预算足够的话，我会建议直接上顶规，也就是我们手上的版本。板子上的就会是单条 16GB DDR5， 你可以自己再插一条 DDR5 组成 32GB。这边也帮大家简单测一下单条 16GB 和16+16组成 32GB 的差异。我们这边直接测 Crossmark， 这是一套模拟现实使用场景的测试软体。我们来看结果。总分提升了 15% 左右，主要的提升大户还是创造力，也就是创作用途的场景还是比较吃 RAM， 有 25% 的提升，反应力提升了 6%， 生产力也提升了 8%， 所以如果是入手顶规版本的朋友，完全推荐再加一条 RAM。通讯上支援最高 WiFi 6E， 采用的是联发科的 MT7922 网卡。而在散热上 ，G14 蛮有诚意的，用了很多好料。首先，上面这一整块黑到会发光的东西，大家都懂吧？就是整块的 Vapor Chamber 均温板，几乎覆盖了整个上半部，并且 ROG 嘛 ，AKA 细节狂魔 ，VC 上的细节也很够，每个部件都有对应的文字标示，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把细节做好，也是一种科技的浪漫吧。VC 底下的 CPU 也同样采用了跟暴力熊合作的液态金属，搭配上2组84叶片的 ArcFlow 风扇。今年 ROG 也在这组 ArcFlow 风扇上采用了新的叶片设计，从扇叶的侧面就可以看到，叶面是交错排列在一起的。根据官方资料表示，新的 ArcFlow 风扇设计主要就是透过高压到低压的渐进，有效的减少乱流。跟标准版本的 ArcFlow 风扇相比，在相同的转速之下，可以提升 32% 的气流。但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有感的是新款的 G14 真的安静了很多。首先是 6900HS 日常使用下本身的温度控制就算不错。第二是风扇真的蛮安静的，没有扰人异响。第三个才是安静的重点。G14 作为比较紧凑的机型，散热本身就相对受限，所以 ROG 其实也给它了比较高的温度上限。所以即使是在极速模式下，日常使用也完全可以达到忽略的程度，是一台日常使用真的非常安静的一台机器。但如果你是在游戏输出这种负载非常重的场景，只要用到显卡，风扇还是会马上开始转的。但噪音控制也算不错，极速大概就是53、54分贝左右。4个风道口也都有 0.15mm 超薄散热鳍片，风扇也有防尘通道的设计。还有
今年的 G14 也支援了 ROG 近期力推的0分贝散热，只要不到温度上限，风扇就会自动停转，完全没有声音。而在压力测试上，我们也直接跑 SandyMark TimeSpy 20人压力测试，稳定性达到 97.7%， 全程 GPU 温度大约落在87度左右，稍微偏高，但以体积来看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实际测量风扇音量，在极速模式下最高只有53分贝，噪音控制真的不错。重点是前面撑了非常久才开始有风扇的声音，这除了要归功于 AMD 的发热控制，ROG 新的风扇设计的确也加上了 buff。这应该是今年我觉得把散热和体验的平衡调教的数一数二好的机器。不过当然啦，如果 CPU 和显卡同时满载，那出来的热风还是非常可观的。但G14这样的调法就很适合复合型使用者，当你要带出去的时候，风扇也不会尴尬的在那边狂转，可以日常，可以外出会议，可以创作游戏的一台机器。我们也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正面最高温落在出风口，来到最高50度，全转下温度还是比较明显的。键盘区最高温落在40度左右，正常表现。接着我们就进入效能测试吧。首先看到 Cinebench R23， 今年的6900HS 单核拿下1536分，多核则是13994分。如果你再加上一条 16GB， 也会略微提升到单核1560分，多核14192分。单核反而是比6900HS 高了一点，多核其实也只有 3% 左右的差异。今年的 G14 有放开来跑哦，相比去年的 G14 采用的5900HX， 单核有 6.6% 的提升，多核更是强了 15%。接下来我们会直接帮大家实测专业性能的表现。首先是一般 4K 剪辑需求的测试，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一般使用者可以参考这个测试结果。G14 在这个测试项目中花了329秒完成输出，不过如果你再加一条 16GB， 就可以进步减少到293秒完成，省了 11% 的时间。所以创作需求的朋友记得加上。不过这个表现离 I+N 的组合还是有 26% 的差异。NV 的卡在 Premiere 当中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加成。接着我们实测重度剪辑，会以帮你这类高效能需求出发。测试内容包括了全 4K 素材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AE 动画、调色、混音以及多轨剪辑会来得更加复杂。单条 16GB 花了31分14秒，两条则是可以缩减到26分59秒，负载更重，差异也就出来了，省了 14% 的时间。对比12代 i7 加3080的组合，大约5分钟的差距。不过说真的，5到6万的价位带加上14寸的机身，跑进30分内的，目前也只有 G14 这一台。对比上一代的 G14， 差异就非常明显了，大约只花了一半的时间就完成输出。以14寸的机型来说，这个输出表现还是非常够的。看完了专业性能，我们接着来看游戏效能。首先是 SandyMark TimeSpy RX 6000S 拿下了9107分，16+16的 RAM 还可以再多200分左右，达到9313分。表现上比较接近的就是100瓦的 RTX 3070 9541分，跟同样105瓦的 RTX 3080大约有 10% 的差异。不过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哦，另外这两台都是 15.6 寸的效能笔电。接着我们进行游戏实测，首先看到 Forza 4 RX 6800S 还是比较没有压力的， 2K 极高画质平均就有108帧， 2K 高画质就能120帧平均跑满。接着是战神，在 2K 超高画质之下，平均46.1帧，开启 FSR 之后，则是可以达到59帧，顺跑边缘。不过稍微降一点点画质 ，2K 高画质，开启 FSR 之后就可以达到平均85.6帧，2K 之下还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接着是 Ghostwire Tokyo 鬼线东京 ，2K 高画质下同样没有什么压力，平均57帧。开启 FSR 之后，更是可以一举来到117.8帧。接着我们测真正有压力的光追场景，在 Full HD 高光追之下，平均33.9帧。这个时候当然就建议开启 FSR 稳住帧数了，可以达到平均86.4帧稳跑。最后是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所有画质选项都帮大家测过了，直接讲结论。在 Full HD 解析度下，我们可以直接上到 Full HD 极高画质，或是 2K 中画质。
Full HD 极高，平均就有62.42帧。开启 FSR 之后，则是可以达到平均99帧。2K 中平均有52帧。开启 FSR 之后，也有平均99帧。如果要开光追，建议的档位是 Full HD 中光追，平均39帧。FSR 开启后则是55帧。更高的话 ，Full HD 极高光追就在顺跑边缘了，平均31帧。FSR 之后44帧。2K 光追就不建议了 ，2K 中光追平均23帧。开启 FSR 之后也只有37帧左右。整体来说，不开光追 ，G14在大作 2K 场景下都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要上光追，还是建议在 Full HD 档位，然后开启 FSR 稳住帧数。续航力部分 ，Zephyrus G14 采用76瓦时的电池，在8年的续航力测试中，200尼特连续播放 Full HD 影片1个小时，消耗了17%，算是正常表现。而在 PCSmart 10现代办公的续航力测试中，最终拿下了6小时55分，接近7小时的表现。在充电测试中，我们使用原厂随附的240瓦充电器，充电半小时就能达到50%，1个小时充满87%，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42分。此外 ，G14 也出现最高100瓦的 PD 充电。最后在音效上 ，G14 2022同样拥有4个扬声器配置，并且有2个 Smart M 低中音前置喇叭的设计，最大音量可以达到89分贝。整体来说，音质表现是不错的。音效上也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片尾会提供一段实测供大家参考。最后的时间，我们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结果供大家参考啦。整体来说 ，G14 就是一台标准的复合式需求笔电，它可以文静，完成你的文书、日常娱乐、修图的需求；它也可以狂野，你想玩个游戏，重度的影片输出都能应付。尤其14寸的 G14 居然已经快追上16寸效能笔电的输出表现，效能还是塞得蛮足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ROG 这一次在各种细节上的调整，包括换了一块16:10 2K 120Hz 的萤幕，并且亮度更足，来到了500尼特。触控板扭感变大，键盘还加上了 RGB。唯一敲碗 microSD 卡槽，可以考虑一下大卡的尺寸。我相信应该有蛮多创作需求的朋友也是使用 G14， 出门不用再多带读卡机，还是会方便许多。好啦，以上就是今年 G14 的完整实测，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台 ROG 笔电的开箱了。而再过几周，2023年的 CES 也即将到来，到时候又是一轮新的笔电测试车轮战，我们就一起迈向2023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